房是保命符，有買車位，車卻開不出去這是最近的新聞先說結論，你有車位權狀，不代表你的車是可以開得出去的，很誇張因為車道是地主的。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上一支影片我跟你聊了預售屋禁止換約要發酵了，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買房子送官司，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買房子負官司，屋主地主纏送39年爭車道。那內容我講一下，這是就很誇張的新聞啦你光看標題你就覺得很奇怪以外你看那個照片超級誇張，就是一棟大樓的住戶是1987年買的房子，然後買房的時候有車位，好帥的來咯，交屋的時候才發現說他們沒有車道的產權。什麼意思？我解釋一下，就是一般我們的房屋權狀中，車道會算在公設裡面，然後所有住戶共同分擔這個部位，不管你有沒有買車位都是要分擔這個車道的面積。但是39年前那時候制度沒有那麼完善很多亂搞的事情，那所以就變成說當時建商不知道怎麼跟地主喬的，而且那建商早就倒了就是車道面積沒有被算進公設裡面，還是歸在地主手上。好，那就造成一個問題，什麼問題？你有車位權狀對不對所以你的車是停在地下室的這個沒問題，但是車道的權狀是地主的那他可以不給你使用車位，因為他是私人土地好，那你車要怎麼開進來跟開出去？然後住戶不知道怎麼跟地主搞的弄到双方不爽。精彩的來咯，來你看这張圖，地主直接在車道上卡3顆大石頭，讓你沒辦法開出去，很誇張。好，那你說這個有沒有犯法？沒有，因為地是地主的那接下來住戶就跑去告地主，告30多年最後終於在2023年法院判說住戶有通行權，所以住戶終於可以把車開出去了嗎？還是不行，因為出口外面的那塊平地一樣是地主的，所以地主就故意裝鐵架，讓你的車出不去。那最新的情況就是說，地主現在就要住戶出錢把他的地買下來，不然他就要繼續卡着，讓這個你明明有買車位比較貴可能還100萬以上，可是你這個實際上是不能使用的，怎麼那麼誇張的事情那如果是你遇到了，你覺得應該怎麼辦？再來你要知道，這不是單一事件那你不要想說哇這種事情個案吧，現在法規那麼完善了，不太可能發生那你就來你看這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社區出入道路是私地，地主喊封，住戶轟，建商欺騙。然後我框起來這個新聞的時間，你看今年2026 1月16日，今年還發生這種事情狀況也差不多，反正就是建商自己蓋一蓋，結果停車場出入口直接蓋到人家的土地，沒跟地主講。那地主去聯繫建商他就跟地主講說你是不是講這些那主要就是說他都蓋好交屋了就沒有處理的義務。你說這個有解法嗎？有，但是都不好走。第一條路告建商，因為這擺明就是建商沒有處理好嘛，你買房子的時候也不知道這件事情，然後建商有那個瑕疵擔保的責任所以住戶就可以告他。但是訴訟要多久？你看經文裡面第一個案例弄30幾年建商都倒給你看那你要找誰處理？第二條路跟地主談，直接把那塊地買下來或給他通行費，那此時這個價格就是地主說了算那地主你不要怪人家獅子大開口，那當初建商就直接蓋到我們家的土地也沒跟我講，然後就會跟你開一個價格那個價格沒有人覺得合理啦。來第3條，走代地通行權代地法律保護你如果你家進出非走這塊地不可的話，就可以依照民法第787條申請通行權，內容很多我就不念了。代地是什麼你知道嗎？袋子的袋代地就是說有一塊土地被包在其他土地裡面，它沒有对外的道路一般任何的現在都是這個叫什麼重劃区重劃以後你任何一塊土地你都可以接到那個公有的道路上去，以前就會留下這種東西叫代地那代地以前為什麼沒事？以前兩家人認識如果你給不要給那現在呢變成继承來继承去了以後就有子孫就不高興，他就要封那塊地問題就跑出來了那今天你的進出除了走這塊土地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通行的話，法律會賦予你行走的權利，一樣要打官司才會取得。你想說空運，誰跟你每天上下班空運？那最後你要知道，買房子之前最好先做產權調查那我們最後就來講說，你要怎麼避免自己變成下一篇新聞的主角？那其實就是去調謄本像我們去買中古屋人家會有所謂的產調，你跟仲介會有產調
那他就是要負責在交易前把這些東西查清楚就對了。調謄本謄本就是房子的身份證就對了。任何人都可以去調你知道地址你就去調你不知道地址，但你確定我亂講郭台銘住這個社區，那你就是把所有的地址都調一遍也是可以的調一份20塊我們只能調2類2類的話就是名字會打馬賽克，謄本就是房子的身份證啊，土地誰的，建物誰的，有沒有設定抵押，有沒有限制登記，寫得非常清楚。那要怎麼調去地政事務所或線上申請也可以。線上申請大概都是就房仲他們常常要調嘛，像我們偶爾調一次跑上算了，那房仲他們就會用線上的方式去處理。但是你要看的不只是你要買的那間房子的謄本你還要看一個東西，建物建物的謄本。所以你要看2份，一份是建物的謄本，一份是土地的謄本。建物謄本你看的是這間房子是不是屋主的有沒有很奇怪莫名其妙的債務很多民間2胎3胎那土地謄本你看的就是這個大樓蓋的這塊地是不是建商或住戶持分的不要有什麼莫名其妙的就你一看就是什麼什麼資產管理公司那就很麻煩。然後我們剛才有講到車道一般會被歸到公設嘛，那你就看一下有沒有列在公設項目裡面，包含哪一些這樣有怪怪的地方例如車道沒有列進去，或是部分土地是別人的直接走人，不要看了因為你不知道地主是誰，也不知道他好不好處理。那萬一遇到这個我們今天講的這種地主，那只能祝你順利了我也知道說是這樣說，你根本懶得去調謄本那你就走第2條路，你就找厲害的房仲處理就好了不是說你就是知道這個房子有問題你還找他去處理，是說你不確定有沒有問題那你去找那個厲害的房仲做了很久的房仲厲害的房仲的話，我跟你說他比你還怕麻煩，你知道嗎？因為他要是賣給你有問題的房子之後纏上官司，佣金可能要吐回來可能會被你告，而且他花費在處理這個擦屁股的事情多少時間他是厲害的房仲，你看看他用這些時間同等的時間他可以去外面多賺多少錢所以強的房仲，生存很長的房仲厲害的房仲，地方上小有名气的房仲很怕麻煩處理的利落乾脆不太需要去，反正他就會幫你做一些風險預防，他比你還怕麻煩，真的他自己就會先審核一遍了。例如我們最剛開始提到這個房仲厲害的房仲就不會去接這種 case 因為他知道後面麻煩一大堆他把自己找麻煩，讓自己去卡在這個案子裡面然後动不动要跑法院，因為他被告了嘛，那我不如我就要正正常常清清白白的房子來賣就好了嘛那你在高雄或台北你要買房子，台北的話我就推薦蕭店蕭店長，高雄的話我就推薦林店長，美術之星林店长我的業配影片裡面都有他們的直接聯絡方式這就是我做厲害的房仲，那經手的案件上千件，然後都做10年15年以上，所以他們手上摸過的莫名其妙光怪陸離的事情都是一大堆的，你就找厲害的房仲，愛惜羽毛的房仲，長期生存的房仲就可以了。他們都是店長等級不只是自己厲害而已，他還要訓練人还要帶人那此时就是用他的價值觀去影響他底下的同仁就要不亂搞那可以啦，就是認識那麼久了這樣。好，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的買房竟然送官司的誇張案例，屋主和地主為了爭車道的使用權可以打個快40年的官司我們先討論了產權不清楚會導致哪些麻煩以及難以解決的後續困境，那結論就是買房務必先做好產權調查那避免掉入這種很難脫身的困境。那你自己懶得做，你就是找專業的房仲來處理，不要讓自己跟那個房仲成為下一個新聞的主角。最後我想問你買房前你會調謄本去確認產權嗎？ A 會，我都先調謄本再說。 B 不會，我找專業的房仲就好，因為房仲都會先幫你調出來C 不會，這種倒霉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单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蕭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意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置產
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今天講的案例是比較誇張，大石頭不知道他去那個大石頭要去哪裡買啊？花蓮還是什麼？你買了之後還要運呢？你看運過來運費，然後再加那個吊車叉車，你看他寧願花這種錢，他也要噁心你所以真的是氣到了，比較誇張。那有沒有沒那麼誇張？但是常常發生。有我告訴你寄存違建寄存違建。寄存違建是什麼？寄存違建就是說，反正中古屋很常有，老房子更多寄存違建。然後那個房仲在賣就正常賣，很正常的賣為什麼那個房子已經40年了呢？那個違建了40年還沒有代誌，新住客就住進去以後，可能就會發生問題那個鄰居啊，就會或時空背景不一樣我講一個近1-2年都密集在發生的東西，公寓頂加隔套，尤其是在台北盆地裡頭，台北市新北市裡頭，台北盆地裡頭的公寓頂加，然後在那邊隔套房收租的以前都不當一回事。我們大家北漂啊，我自己就本來就住台北就沒這事情，住家裡。我有同事就是北漂北漂一族什麼高雄的、台南的然後來台北工作，他們大概你要便宜的選擇就是這個頂樓加蓋頂加的隔套房頂加都嘛是違建，都是啊，整個台北都是啊，內湖科學園區附近一大堆好不好？然後都住滿工程師，因為就那一科嘛。好，那這個問題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就開始抓了就說違建那開始抓了。而且是即報即拆到這種程度，因為開始出現很多問題啦。以前屋齡沒有那麼高的時候，可能都還好。那你看現在的寄存違建，即使是後面蓋的，也都20年以上了。那以前就在蓋違建，也不會什麼砌磚不是都用那個鐵皮屋嗎？鋼板嗎？大概就是這樣子弄而已。所以安全風險都跑出來了就真的在抓。侯友宜就在抓，抓得非常的凶狠侯友宜真的是蠻凶狠的一任市長。當然我們民众我們還可以罵市長但是如果你是業者相關業者那你跟他撞到的話，你一定是懼怕他的為什麼？五股工業區這個我小時候就在了，我想阿嬷家在那附近，小時候就在了。然後只要進去裡面，地上永遠晴天也一樣地上都是濕的，都是那個機油啊。然後那個逛下去有彩虹，你知道我對五股工業區印象就是這樣。然後你走到那個巷弄附近就是聞到家庭工廠的味道，機油味啊什麼的。然後那附近大家都會綁隻狗整個五股工業區狂就恐怖一直到大學的時候都是，我還以為他永遠繼續下去，結果你看侯友宜多凶啊，居然就把這個五股工業區給他鏟光光鏟乾淨歷任市長都做不到，蘇貞昌都做不到。蘇貞昌人家不是說他執政的風格是酷吏嗎？對比古代的話就是酷吏，酷吏就是嚴酷的酷然後吏就官員的意思，就是很嚴酷的官員連他都搞不定在那個侯友宜手上搞定。那現在他來抓個區區違建，這很難嘛，對不對？五股工業區這種政商關係複雜，牽連到爆，他都鏟得掉，他就開始抓了寄存違建那種房子怎麼賣？賣你投報率他賣你房價賣不出什麼好的價錢，所以他要賣你投報率，他就跟你說這個隔套你看5樓在隔他收租，6樓也是然後就這樣一起打包賣給你你去銀行鑑價你一定見不到，因為銀行就認為你權狀只有5樓，當然用5樓的面積所以這種東西都會賣投報率，賣投報率他跟你說什麼 3%、4%， 北部就是這樣好 3%、4% 就叫很高咯那好一點的比較然後取得成本很早的，可能還可以給你到 4.5% 甚至 5% 的投報率。那你看我剛才是不是講說寄存違建新北在抓非常的嚴格，而且抓的力道是比台北市還要嚴格很多，台北也嚴但是力道就現在就是差很多。現在最嚴格反而是新北那個即報即拆或幹嘛。我們以前的習慣都是看台北市台北市開始抓了，那接下來就是新北了，接下來就是桃園了，接下來台中一路蔓延到南部蔓延到南部。我們南部規則，我現在人在高雄嘛，南部規則要跟着動，可能都要2到3年的時間現在不是呢，現在居然是反客為主的，居然是新北開始在抓。好，那就來抓此時即報即拆，那隔套隔得好好了怎麼辦？我跟你說，趕快賣，
現在就是這樣。所以你在台北、新北，你現在看到那種頂樓公寓隔套物件，你要小心一點啊。隔套物件他們怎麼抓？他怎麼知道你在隔套？不是說外觀看呢，是現在是不是我們房東嘛，不能夠限制租客報租補，對嗎？好，對吼，好。那個隔套他要去報啊，就變成說奇怪，你一個5樓公寓為什麼報了8筆租補？怎麼會是這樣？因為5樓隔4間，6樓隔4間啊，差不多都是這樣啊。好，這個在做隔套，抓就這樣，就後台直接勾稽起來就好了哦，很恐怖呢。那這樣子都躲不掉。此時屋主，你以為他就是退押金，然後就抱歉哦，然後就配合，很多可能屋主現在會做一個什麼選擇？就是趕快賣給誰？賣給不懂的人哦，讓他去接盤哦。他想說哦，很好，我要退休了哦，那我来當個包租公，然後就喜滋滋的把錢灌進去買了這個東西以後被拆了，就這樣啊。所以自己要會看哦，不是說只看投報率就這個收房租這樣也不錯啊哦。然後我因為退休身上有一大筆錢，那我就給他灌進去哦，那我就可以收房租，然後比股票穩定很多。很多包租公、包租婆都是這種想法，但是你自己小心哦，既存違建哦，既存違建反而在市場中哦，現在賣，尤其是北部買賣蠻多的。為什麼？這些屋主在想什麼？找下個盤子，因為他要被拆了，你知道，趁現在趕快賣一賣。那有良知的房仲就是說啊，這個麻煩了哦，這個就是即使哦那個屋主拜托他接，他也不會去推，有就有要順便看才，因為他知道這後面都有麻煩。那個比較短視的房東說哦，管他的，反正我有完成這個收到佣金啊，這樣就好了。新屋主到時候被拆的是引刀為代誌哦，小心點。